大家好，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我们的复古小厨房终于装修好啦！那前后一共花了1年的时间，99%的活儿都是我和我男朋友2个人一起干的。那对于没有任何装修经验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但是真的超级省钱。这次的视频会分为上下2期，记录了我们装修的全过程。上期呢，包括从最开始的设计构想到所有的硬装大工程。那下期呢，包括一些厨房的小装饰，以及我的感想。首先想给大家说，我们真的非常的业余，装修过程中肯定有很多做错的或者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那欢迎大家在弹幕还有评论区给我们提出建议。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就是安全问题。如果你自己也想装修改造，这个防护手套、口罩还有防护眼镜一定要备好。美国这边的老房子1978年以前建的，建筑材料里面含有铅，动工的时候就会把铅尘释放到空气中，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研究，然后保护好自己和家人。我们的新家是一栋建于1928年的老房子，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厨房很小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把这个厨房打通的那个打算。我觉得小一点的厨房挺好的，很容易营造出那种温馨的感觉，但是也面临着台面还有就是储物空间不够的情况。在设计的时候呢，要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好每一寸的空间。房子的前一任主人对厨房的布局很有问题。首先就是这个冰箱的尺寸太大，而且矗立在厨房最中间的位置，特别的碍眼。而炉灶呢是在一个靠墙的小角落，做菜尤其是中餐根本就施展不开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冰箱和炉灶的位置给它互换。那这样一来呢，煤气管道的位置也需要改动。所以这里是我们唯一一次请来了专业的师傅，并且让他们也帮我们安装了这个抽油烟机。冰箱的话，我们就换成了一个小一点的复古设计的冰箱，门把手很有50年代的冰箱的工业感，然后大小和比例也都和这个小厨房更合适一些。厨房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结构上的问题，就是本来不大的厨房却有3扇门，一扇连通餐厅，然后一扇通往卧室，还有一扇是在这边是通往后院。好在它们只是门框，不然要开关门又要占据很多的空间。那这种结构的缺点就是有门的地方不能做台面，也不能加储物柜。本来不大的厨房这个功能面积就更小了，但是这3扇门又非常的重要，不能把任何一扇封死，所以安排好其他空间的功能就更重要了。我一开始画了一下厨房的设计简图。那我非常喜欢做饭，厨房一定要是让人能够心情愉悦的地方，所以颜色上我选择了淡黄和淡绿作为主色调，外加这个亮红色作为点缀。风格上结合了复古风和田园风，我觉得这2种风格能把工业感和自然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上世纪50年代的美式厨房有很多工业元素，但又是以弧线的设计为主，再加上明快的色彩，就减弱了冷感，增加了可爱感。在细节上，我又增加了乡村田园风的那种质朴的旧的感觉，比如像这个木质的架子，然后还有树风拼接的这样的这个墙面，还有细节处的一些磨损的处理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拆除厨房的一些多余的装饰，还有多余的橱柜之类的。这个片段是1年多以前我们刚买下房子的时候拍的，现在看着真的很感慨，这1年的辛苦没有白费，现在的厨房真的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厨房的一周都有这个奇怪的边框，那把厨房裁成了上下2段，
所以我们把它拆除，还有一组多余的橱柜，因为这里我们要安装抽油烟机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一项大工程——墙面拼接的木板装饰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做装修，经验不足，所以最后真的是有点翻车。其实这种竖纹拼接的木板，英文叫 shiplap， 在美国是种很流行的墙面装饰，随便去一家 Home Depot 都能买到现成的。但是我看了一个油管教程，可以买这种便宜的压缩板子，自己锯成想要的大小，比较省钱，而且看着也不难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己锯了。一开始锯的不好，歪歪扭扭，后来慢慢找到点诀窍。像这种边边的地方的尺寸是最难切成正好的，需要反复比量，用砂纸打磨。那把板子钉在墙上的过程，让我们觉得自己真的蠢哭了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建筑胶水和钉枪，又快又牢固。但是我们没有钉枪，也不想买一个，就很贵嘛，然后就只用1-2次。其实美国的小伙伴们，这个完全是可以去 Home Depot 租的。那我们之后装天花板也吸取了教训。总之呢，这里我们用了超大的螺丝钉，然后还用木条固定住，然后让它们干的时候不下滑不弯曲。其实这完全是画蛇添足。那不管怎样，总算是把这些木条安装好了，然后就是用这个木材的填充材料填补一下凸起和凹陷的地方，再刷上漆。那这里我选的是这种明亮的浅黄色的漆，有一种阳光照进来的感觉。那在这种深色的木板上，还是一定要用一层打底漆，否则你即使涂2-3层，也会有深色从下面透出来，非常的浪费涂料。最后的效果还是过得去，虽然小细节上有一些不完美，但是刷完漆之后，整个厨房都变得亮堂了。在这样的空间里待着，心情就也明亮起来。第3项大工程就是天花板了。那整个房子的天花板都是美国这边蛮常见的爆米花天花板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因为这种天花板是一种喷上去的涂料，里面都是那种一粒一粒的细小颗粒，凹凸不平，就像爆米花一样。一般是用来掩盖天花板上的瑕疵的那种最便宜的一种手段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天花板，但无奈去掉这些爆米花又是一个大工程，所以我们决定直接用板子把它盖住。可能专业人士并不会建议这样做，因为爆米花之间有很多缝隙。但是呢，我们试了一下，用建筑胶水和钉枪粘得还蛮牢固的。这里又是一个比较后悔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板子是这种竖条纹浮雕的，也是一种比较经典的室内墙面装饰。但是因为板子太大了，装不进车里，我们就叫建材店的人帮我们从中间锯开，想着之后可以用木材填充剂填补，然后再打磨一下，应该就看不出来了。但实际上我错了。因为要把缝隙填补的看不见，就要花太多的时间，而且几乎不可能做到。这里就是我在填补这些缝隙。那刚弄完看着还好，可是没过多久，那个填充物中间就出现了一条裂缝。所以这道题的最优解呢，就是买那种细长的板子，可以纵向的拼接在一起，接缝就隐藏在浮雕里面，看不出来，而不是像我们买这种宽板子，又宽又长，就装不进车里。但如果只是长的话，还是可以装进去的。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就是天花板和墙面衔接处的一圈花边，这种花边在复古厨房里面也很常见，就增添了一丝小可爱。在墙面木板的底端也加了这种花边作为呼应。
She's got those eyes of blue that whisper, I love you. She's got a lovely mama, I like her daddy too. She's still her mother's child, but in a little while, how happy we'll be when my little sweetie reaches 21. 最后一项大工程就是这个台面。厨房它原本的台面是那种胶合板，外面包裹着一层仿大理石纹的压层，还是黑色的，就是完全不符合我的厨房的设计风格。所以我选择了一种成本非常低的改造方案，就是在已有的台面上直接铺上瓷砖。那这个最后的结果也是让我非常的惊喜，这应该算是我最满意的一个项目了。其实铺瓷砖并不难，新手也可以做的，但瓷砖不能直接的铺到台面上，需要加一层这种纸，然后用胶水粘牢。再在纸上呢铺薄薄的一层砂浆作为打底。干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大面积的涂砂浆，然后用带锯齿的刮刀涂抹均匀，形成这种均匀的沟壑，再把瓷砖铺在上面。这里一定要用这种垫片，才能让瓷砖的缝隙大小统一。我们用的这种是可以留在里边的。那遇到边边角角呢，就用切瓷砖的刀切成想要的大小。Why have I been working night and day, taking all my money, hiding it away, paying for a cottage, we'll be ready soon for our honeymoon. She's kind of bashful now, but will I teach her how? Just leave it to me, she's got those eyes of blue that whisper. 那等砂浆干了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填缝了。直接大面积的抹上去，然后用这种软一点的刮刀呈45度角，这样刮走多余的材料。最后再用海绵蘸水轻轻的抹走瓷砖表面的多余的材料，这里要记得勤换水，那瓷砖就会变得亮锃锃的了。那看到这里，我知道你们可能要问，瓷砖台面好清理吗？脏东西不会卡到这个瓷砖缝里面吗？那我觉得，如果你也一样想做瓷砖台面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理预期。瓷砖肯定是没有那种平整的台面要好清理，除非你像我一样就特别的喜欢瓷砖的样式，愿意多花时间清理，那否则真的是不推荐。但根据我的经验，如果你选的瓷砖大小合适，千万不能要那种太小的，然后瓷砖缝隙也不能过窄或者过宽。像我选的宽度是16/3英寸，那清理起来真的没有麻烦太多。还有就是填瓷砖缝用的 grout 的选择，不要选白色，因为很快会变黄。像我选的是灰色，而对比度不是很高，那又可以看起来很干净。所有的瓷砖铺完之后，就用防水的硅胶美缝剂把台面和墙面的衔接处，还有水池周围都填上就完事儿了。We'll be ready soon for our honeymoon. She's kind of bashful now, but will I teach her how? Just leave it to me. She's got those eyes of blue that whisper, I love you. She's got a lovely mama, I like her daddy too. She's still her mother's child, but in a little while, how happy we'll be when my little sweet水龙头后面的防溅，我也用那种防水的涂层给它涂上了。虽然细节处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远看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而且瓷砖台面真的给整个厨房的复古氛围都加分很多。好啦，这就是厨房改造的几项大工程。下期的视频会讲一下细节的装饰和收纳，以及这个厨房是最后怎样变成现在的复古小厨房的样子。想看的话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收藏，就不会错过啦。我是刘荷花，分享有关复古生活的一切。那我们下期见。Right around the corner to the church we'll run. Oh, we'll tell the world about it when it's done.
Just leave it to me.